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这次我要介绍的是岩崎一郎先生所撰写的《科学的幸福脑训练》这本书。大家都希望变得幸福，对吧？当然，我自己每天也都在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而这本书正是为我们这样的人量身定做的。本书介绍了根据科学依据的幸福方法。先给大家揭晓结论。那么可以明确地说，科学方法就是锻炼大脑。通过锻炼大脑，人们可以过上更加丰富和幸福的生活，而且这还能带来经济上的稳定和富裕。你可以获得对工作的自豪感、工作的满足感，还有与家人、朋友一起生活的幸福感、健康和生活的意义，以及明确的生活目标。然而，一提到锻炼大脑，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抽象，不太明白具体该怎么做。比如，像工匠通过积累经验来提高技能一样。通过持续使用特定的大脑功能，我们也可以锻炼和提升大脑。在本书中，这种方法被称为脑力训练。作者在过去的25年里，一直在诺斯维斯特大学医学院等欧美领先的医学研究机构从事世界最前沿的科学研究。事实上，自1970年代以来，脑科学一直在探索如何使人们过上更丰富的生活，以及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这一领域已经积累了50年的研究成果。本书将这些研究成果解读为具体的手段，汇总成方法论，帮助我们过上更加丰富的生活。随着脑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发现大脑中的某个部位与一个人能否幸福且丰富的生活密切相关。这个部位叫做岛叶，可能你没听说过它，但可以简单理解为大脑的一部分。它与额叶颞叶和顶叶的皮层相连通，包括参与感觉、前庭功能、听觉、语言、味觉、认知、嗅觉、情绪处理以及自主神经调节等，被认为是大脑重要的信息中转站。正因为岛叶整合了感觉、情感和认知过程，同时参与了厌恶性动机等一些神经功能。成项研究发现，当上瘾者接触到触发瘾头的因素时，岛叶被激活。这类发现涵盖可卡因、酒精、鸦片类药物以及尼古丁等上瘾物质。那么，所谓脑力训练，就是通过锻炼岛叶，使大脑整体能够平衡且协调的工作。我们是否能够变得幸福，关键在于锻炼这个岛叶，就像肌肉训练一样。如果我们锻炼岛叶，就能轻松地获得幸福，这就是脑科学的答案。现在我们来探讨具体的方法论。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第一，通过敬畏体验来获得幸福；第二，通过利他之心来获得幸福；第三，通过积极心态来获得幸福。那么，首先我们来详细探讨第一部分，通过敬畏体验来获得幸福。或许有人会认为，脑力训练既然是锻炼大脑，那么肯定很难，需要忍耐。首先，我想介绍一种虽然简单却效果显著的体验，即敬畏体验。大家是否有过在登山、露营或海边度假时，被大自然的壮丽景色所震撼的经历？比如，在广阔的草原、大海或星空下，心灵被大自然的美景深深触动。实际上，研究发现，这种经历对大脑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在脑科学领域，这种面对大自然或宇宙浩瀚景象时产生的感动、敬畏、惊奇感和感知到自己渺小等情感的体验，被称为敬畏体验。研究表明，经历这种体验的人，大脑会更加活跃，更容易产生为社会和他人服务的志向。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好处。简而言之，许多研究表明，当人们在压倒性的自然景观前感受到自己的渺小时，大脑会被激活，带来诸多积极的变化。比如，根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经历，敬畏体验后，人们的自我意识会减弱，产生谦逊的心态。更进一步，他们会变得更加积极向上，愿意为他人、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人生的目标和志向。通过敬畏体验，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人生中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如果有人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妨尝试一下敬畏体验，看看会有何不同。此外，据中国广州大学的研究显示，敬畏体验还能够帮助人们拥有对未来的时间感知。
未来的时间感知并不是简单的把未来视为时间的流逝，而是将未来视为与现在同样具有价值的存在。通过这种感知，人们能够真正体会到未来与现在同样重要的价值。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探讨第二部分的以利他之心获得幸福。首先，什么是利他之心呢？利他之心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他人为先。它包括考虑如何帮助他人，让他们感到快乐。这就是利他之心的概念。拥有利他之心，有助于促进大脑的发展。当我们拥有利他之心时，可以消除大脑中的自我意识，使大脑更加平衡和活跃。那么，为什么拥有利他之心可以让我们更幸福呢？让我们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首先，基于共情的利他行为非常重要。当我们为他人做事时，行为可以分为基于共情和非基于共情两种。基于共情的行为是纯粹出于对他人的关心和理解。比如，当朋友感到悲伤时，我们能够感同身受，陪伴在他们身边，倾听、安慰。而非基于共情的利他行为，可能是出于期待回报，或者是为了获得某种好处而行动。需要记住的是，只有基于共情的利他行为，才能真正助我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要注意，纯粹出于回报考虑或者功利心而进行的利他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务必谨慎行事。那么，当我们进行基于共情的利他行为时，我们的大脑会有何变化呢？根据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研究，进行基于共情的利他行为的人会同时激活大脑中的岛叶皮层、前扣带回以及纹状体这3个区域。我们之前已经多次提到，锻炼岛叶皮层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幸福，而进行基于共情的利他行为会激活岛叶皮层，这就意味着激活岛叶皮层有助于我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此外，利他行为也会立即给予我们好处。一项研究指出，具有利他精神的人通过接受并与他人的情感和困境产生共鸣，并提供帮助，可以激活大脑的奖励系统。奖励系统涉及到大脑中与快乐感相关的区域。当受到愉快的刺激或行为时，该系统会被激活，导致多巴胺的分泌增加，产生愉悦感。例如，当你让座给他人时，受到感谢时，你会感到愉悦。这是因为这种行为激活了奖励系统。换句话说，共情他人并帮助他们的行为会成为一种愉悦的体验。进行基于共情的利他行为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使我们立即感到愉悦，从而变得幸福。现在，我们已经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为他人行动会让我们感到幸福。这是因为这种行为会激活岛叶皮层，并增加多巴胺的释放。此外，我们也了解到，当我们帮助他人时，所感受到的幸福感会持续更久。我们发现，无论是帮助他人还是被他人帮助，都会让我们感到幸福。然而，我们也意识到，被他人帮助时所感受到的幸福感很容易被压力和负担所抵消。作者也发现，尽管可能会感受到压力和负担，但当我们为他人付出时所感受到的幸福感并不会减少。换句话说，为他人付出或关心他人的幸福，已经被证明可以延长我们自己的幸福感。这真是太了不起了！为了他人而表现出同情心并采取行动，可以轻易地使我们感到幸福。接下来，我们来解释如何通过积极思维来获得幸福。最后，我想解释一下第3部分，通过积极心态来获得幸福。你可能在自我启发节目中听过这样的台词：如果你积极看待事物，生活就会变得更美好。实际上，这句话在神经科学上是正确的。简单来说，积极的情绪会激活大脑，使整个大脑更容易运作。如果你平时保持积极的心态，大脑就会更加高效的工作。这样，即使遇到困难，也能够成功的应对，或者涌现新的想法，克服困难。此外，我们也发现，积极的思维方式会拓宽我们的视野，提升我们的觉察力。而且，和那些沉溺于消极情绪的人相比，拥有积极态度的人会更加幸福。因此，即使过去一直是消极的，通过采纳积极的心态，甚至可以说是锻炼积极思维的大脑回路，我们也可以拥有积极的思考。实际上，要变得积极并不容易，
这是因为人类天生更容易对负面事物做出反应，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带有一种负面偏见，它会寻找危险和不好的事物，使我们倾向于以消极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因此，考虑到我们的大脑天生带有负面偏见，有意识地锻炼积极思维的大脑回路是非常重要的。确实，变得积极并不容易。了解如何变得积极的窍门至关重要。首先要介绍的是一种自然而然变得积极的方法，那就是回想过去让自己感到积极的时刻。研究表明，回想起过去的成功经历可以增强积极情绪。据研究显示，回想起过去成功经历的学生比没有回想的学生更积极，他们的大脑功能提高了35%。因此，当你感觉即将被消极情绪所困扰时，请回想起过去让你感到积极的时刻，并体会当时的情绪。下面要介绍的自然而然变得积极的方法是运用积极的语言。已经有研究证明，积极的语言可以激活整个大脑。一项研究指出，当听到积极的言辞时，大脑的油门首先启动，随后整个大脑被激活。相比之下，当听到消极的言辞时，大脑的油门并没有被启动。此外，持续听到消极的言辞会导致大脑的刹车机制加强，使情绪变得消极。我们的思维受语言的影响，因此积极的言辞对我们的思维有着重要影响。尽管使用积极的语言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儿戏，但事实上，大脑对积极的言辞会做出积极的反应。如果你想自然而然地变得积极，首先要尝试使用积极的语言，向自己说积极的话语，传递积极的信息，给他人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要介绍的自然而然变得积极的方法是注重即使是微小的成就。根据一项研究，当我们试图激发朝着未来的动力时，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积极之举也能发挥作用。这项研究发现，将注意力转向积极的事物对于激发未来的动力至关重要。由于我们往往因为负面偏见而忽视自己或他人可以完成的事情，所以为了补充推动积极循环的能量，关注任何微小的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事情都至关重要。因此，如果你想自然而然地变得积极，那么关注即使是微小的成就也变得至关重要。大家对今天的内容感觉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将根据今天的内容进行一下大体的总结。首先，在第一部分中，我们提到户外体验有着各种各样的好处，而我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能够感知未来的时间。感知未来的时间意味着我们能够认识到未来和现在同样具有价值。因此，能够感知未来时间的人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长期的目标上，不会被短期的兴趣或诱惑所干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感知未来的时间意味着我们能够为了未来而牺牲眼前的快乐，投入时间。这种思维方式在投资、养成良好习惯或坚持做某事时尤为关键。我们之所以无法减肥，是因为我们更容易感受到眼前的快乐，沉迷于其中。我们应该为了未来而学习，但常常被游戏所吸引。这是因为我们更容易感受到眼前的快乐，而不愿为未来努力。因此，通过户外体验，我们可以培养感知未来时间的能力。当然，如果能够感知未来时间，我们的目标实现率自然会提高，也能够更加努力地为未来奋斗。通过户外体验来获得未来时间的感知，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接下来，在第二部分中，我将很乐意探讨如何通过持有利他之心来获得幸福。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实践的理念。我并不是要说些为了他人而生之类的空话，我只是觉得简单的说，做这些事情会让我感到幸福。在日常生活中，虽然很难找到让自己快乐的机会，但是通过基于共情的利他行为，我们可以轻易地感到幸福。此外，通过基于共情的利他行为，我们还能赢得周围人的信任。如果有了信任，当我们陷入困境时，周围也会有人伸出援手。在这个频道里，我们已经多次提到，未来将重视声誉和信任等因素，而不是金钱。当然，我认为信誉和声誉比金钱更重要。但是现在大家开始意识到，声誉比金钱更为重要了。
通过重视声誉和信任等因素，我们可以通过进行利他行为来获得。通过利他行为，我们不仅可以让自己变得幸福，还可以获得信任。当然，如果不基于共情进行利他行为，就无法获得这些好处。因此，我们不应该为了得到回报而进行利他行为，因为大家已经了解到了进行利他行为的好处，可能会想要实施自己的行动以获得这些好处。此外，积极心态不仅可以带来幸福感，而且已经被积极心理学这一崇高学科证实。比如，本频道在《幸福优势的7个法则》一书中提到，保持积极心态可以最大程度地释放我们的潜力。我们在积极情绪下，大脑的运转效率最高，可以提高工作绩效和增强注意力。本次介绍的保持积极心态以获取幸福的理念，也得到了其他许多书籍的论述，因此其可靠性很高。积极心态的益处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采用本次介绍的积极心态技巧，或者阅读一本有关积极心理学的书籍来保持积极。让我们共同努力，追求积极的心态，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